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吕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为什么领证1年多，他就像变了一样呢？领证之前，他不嫌我没工作，不挑我随便乱花钱，还能经常陪伴我。现在却天天拿我不工作、乱花钱来找茬。本来就是啊，恋爱时候可以不计较那么多，但是现在已经结婚了，就是两口子了吗？就应该一起分担生活的压力呀。我只是对他提出一些小要求而已，这样能算是过分吗？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付出了很多，但是他就是看不到。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选择到底对吗？我们还有未来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杨先生来自吉林，39岁；女嘉宾陈女士来自吉林，39岁。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39岁结婚1年，38岁才结婚，结得够晚的。恋爱时间长，恋爱了几年？6年。 6年。所以你们恋爱时期应该是异地恋是吧？我们前4年是异地，然后后2年是我回长春了。这个去年办的喜酒啊，对，今天就来我们这儿了。我来的目的呢，就是结婚之前恋爱的6年吧，他对我都是挺好的。然后我就发现最近这个结了婚以后，这1年多陪伴也少了，然后各种的小矛盾，他挑我的小矛盾也都出来了。所以说我今天来的目的呢，就是想请主持人和各位老师给我评评理。不是谁对谁错有什么关系呢？那肯定的，小矛盾要引发大矛盾的。好，让你们评理啊。他不明说你为啥不去工作，你为啥总花钱，他就是用那种眼色和脸色给我看。那你说的都是成年人，我也看明白了。后来我就出去找了几份工作，也都是不太合适。就是我刚开始学的不是美甲嘛，他说我啊，你美甲没学成呢，你就花钱买东西。我说那美甲的东西都是需要练的，这个东西不是说的让你画这个你就能画下来。我买的东西我是想回家自己练一下的。他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些东西，跟我俩记，我们俩也冷战了几天。嗨，这个事儿吧，你说结婚了，为了以后生活必须得节省一些嘛，因为本身挣的钱就有限。我支持他找工作，但是吧，找工作每次找工作吧都是弄得很不愉快。你说工作都没找成，钱搭了很多啊，我就觉得吧，他有时候做事儿不考虑那么多，但是导致吧，这现在家庭现在总闹小矛盾。所以您是觉得找工作是需要有一些投入的，得学习啊。对，我得学习，我需要材料，我得学习。他不是说的像你的工作一样的。但我感觉有很多工作不需要钱投钱啊，那你为啥工作都没挣到钱呢？那你为什么要把那钱花出去呢？懂，这不就个美甲吗？还做过什么呀？后来找了一个房产中介，卖房子确实是成天在外边跑，因为骑电动车我不会，我不敢骑。我说不行，我就考个票吧，以后带客户的时候还能方便点，是不是？您这票是指驾照是吗？对，他也不同意，说的啊，你这去上几天班又要考票，那你说现在人手一本。我也不是说的就考完驾照了，我就必须得买车嘛，是不是啊？然后他也不乐意，跟我俩一天也拉了个脸，回家也不说话了。但是确实是啊，你说你工作呢没工作呢，你又要去投钱去，不能说先把工作，你说你稳定了之后你再去投钱吗？就是我不干房产中介，我有驾照是不是也是有用的吧？行，房产中介肯定就干不下去了呗。还找了吗？后来这个中介吧，一个是他不让我考票，还有一个呢，我下班晚，我6点钟下班，然后他5点钟下班，给他做不了饭，他就天天在外边吃外卖。后来我一想，这也是不愿意让我这个点下班吧，我寻思那我就找一个自由一点的，在网上找的那个金融的，然后金融的说的是5点下班，找了金融，然后我问了招聘的那个中介。我说的咱们工作性质是什么，在哪里工作？他说的工作性质就是做那个小额贷款，和全国各大银行都有合作。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嘴，我说这个你看可行吗？当时就跟我急眼了啊，这你也信？
这不就是骗人的吗？到时候你要让人抓进去了，我可不管你，就那样式儿。然后后来我也没跟他生气，因为我也感觉这个事儿吧不是那么太靠谱，所以跟他商量了一下。这话说的没毛病。对啊，没毛病。他就没让我去，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我也就是没待定的工作。哦。所以等于你回了老家结婚就一直没工作是吧？对。现在家里面的所有的收入全是您对一个人承担。对。一个月挣多少钱？挣6000多块钱，还需要还房贷，房贷花3000，一共我一个月我俩一共开销就是3000左右块钱。压力挺大的。啊，压力非常大。完之后吧，他找工作，就是我正常，我希望他出去找个工作，少挣点也可以，你知道吧？缓解家庭的压力。理解。但是每次出去找工作，一找工作就把钱搭下去了，一找工作就把钱搭下去了。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结果孩子舍了，狼没了。对呀，因为他不需要搭钱的事情。你知道我一说啊就跟我急，一说就跟我急。听懂了。我们这个听明白，工作事先放一边，好不好？再说说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评理的？他的工作就是前半个月是白班，后半个月是夜班。他夜班的时候，我俩基本见不着面。然后他每周就休1天，一个月就休4天，一个月4天休息，他得出去，最少得出去喝3天酒。这个我承认，但是吧，你有社交有朋友啊，咱出去喝点酒，我觉得很正常啊。那你结婚之前咋不出去喝酒？这1年你就现原形，你就出去天天不着家了。恋爱时候，那你说我多陪陪，是不是也正常？因为恋爱期间，那恋爱跟结婚差啥？我朋友上也理解呀。那现在不理解，不出去不行啊。现在咱俩你说已经结婚了，每周天天都在一起。之后你一说你也没去工作，但是你说这不天天在一起？因为我每周吧就休周日，朋友吧经常找我出喝酒，我有时候经常推，但是吧你说的也不能总推呀，那我社交都没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周1到周6天天在家待着，上班归上班，对吧？我的意思是不是说的他不能出去喝酒？因为我们俩沟通的特别少，就是他白班了，下班了，5点钟下班了，我们俩在家吃一口饭。各自看各自的电话，也从来没有太多的沟通。他要夜班了，我们俩基本上没有话，因为他下班。你咋不跟他沟通呢？没有话说，他进屋就是电话、游戏，完了吃饭。他的工作我也不了解，我问人啥呀？他说工作我也听不明白。你啥工作现在还倒班啊？工厂的工人，做汽车这个配件的。哦，你那配件是哪一部分？就是汽车的气囊。这有啥不清楚的呢？我聊呗。查呗，他说你上网查安全气囊是个啥呀？咋回事啊？他说我也不明白。你说我说他也不懂，完之后就不让我跟总说。那你累不累？我也不懂。你累不累？累呀。从几点站到几点？我从早上。这有啥不能问的呢？我从早上5点一直站到晚上5点。对啊，这有啥？是你回家倒行，你就是躺沙发上，坐沙发上，咱放下手机聊聊天行吗？行啊。沟通可以吗？那你跟我聊啊。沟通可以吗？可以啊。就是他一回家就是。没有跟我们俩基本没有沟通，互动关系，没有沟通，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您是不是也有问题？好，摆在这儿啊，摆在这儿，我知道了，就是妻子嫌沟通交流的少，行，还有比其他的毛病吗？他总认为我不收拾房间，我就认为他有洁癖，就是我们家的沙发、垃圾桶，包括茶几，从来都不能有一点点的灰尘。沙发你做完了必须起来立刻抹平，垃圾桶擦完嘴。的纸擦完汗的纸，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那一张纸也扔。我觉得垃圾桶是不是你每天晚上或者早上都需要倒？那你不管多少，是不是它这也是垃圾？我要求其实也不过分呢。再说你这坐上沙发之后，那上面你是不是要铺平？你自己看着也不舒服啊。你天天上班不在家，我不上班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在家，我都不做饭。你说垃圾桶里能有啥啊？我就是擦个汗、擦个手的纸，我扔里边，就1张纸、2张纸。这个垃圾袋必须扔下去，就是他摸我家的茶几的时候，永远不可能是有灰的。听懂了。所以说我就认为他是有点小洁癖，但是不那么严重。但是他就认为我总也不收拾屋。我问点大事儿行。打算要娃吗？目前没有这个打算。现在工作上也有点压力，因为现在需要还房贷什么的。因为现在这个理解。我今天把这个计划往后推一推。就是现在工作特别难找吗？我们长春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咱们一个是文化没有太高，我的要求这是啥的呢？我能工作的情况下，我还能照顾家，能把他的饭做明白了。就咱们这个文凭吧，去个商场卖个东西呢，他都是2班倒，晚班都到9、10点钟下班，照顾家都不太方便。不用照顾了，
不用照顾，他拉拉脸呢回家呀，不行。他总说我拉拉脸，但是我回家有的时候，你说我要求他那些那些小东西，他根本做不到。我是在问你，行不行？人家也2班倒去，行不行？但是也得分什么工作嘛。这不是售货员吗？售货员不那么太支持。为啥？因为我觉得2班倒，他上晚班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危险的。来回来回走不方便。关键我工作不允许呀，我感觉不那么太理想啊。但是他的理想就是我找个长白班，早9晚5的，我还能上点班赚点钱。对，我希望他找这种班。对。但是他每次找那种班，还得不能投入，就没等工作呢，就先把钱花了。所以核心矛盾在这儿嘛，一个人忙得好，一个人闲得好，闲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家里也找不着你定位，对吧？对。有没有觉得他现在也经常挑你的刺儿，看你不顺眼？现在他就是挑我刺儿，看我不顺眼呢。不顺眼，对吧？对呀，我就发现，要不我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这结完婚就这1年，这有这2张纸就是结婚证，我说有这证跟没有这证就这么大差距吗？差距大呀。你这心就是证到手了，就心就有底了呗。不，那以前心没底，证没到手，心没底，不敢暴露本性，这是。啊，既要出去挣钱，还得伺候你。是吧？我要求我觉得不高，不是你要求挺高的，我听你对他这工作还挺苛刻的呀，这不能上那不能上的。但他找那工作确实不行啊。不是售货员有啥不行的呀？我不想让他上晚班。你怕啥？怕不安全呢。那你把他关在家里就安全了？关在家里，他还总回家就拉了个脸。那你给他推荐一个工作嘛？他能干什么工作呀？其实吧，我内心我想让他找个就我这种工作。就光我上白班的，啊，不用上晚班的。啥工作嘛？你不是也要上晚班吗？对，因为我要承担那个主力嘛。这不需要你承担主力，妇女已经顶了半边天了，她能干什么？你说她能干什么？你给她推荐个工作啊！我也想让她找那个正经那个单位那种上班的。啥单位啊？就比如说，就像我们这种单位，就不也有长白班的啊也可以的嘛。就是去做工人。对对。为啥不去？我们俩刚结完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上你那儿去吧。”他说的我们单位太累了，你干不了，因为他们单位确实也是全都是铁件。他说你要找吧，你就找一个长白班的。有没有那样的工作？说实话，这样的工作呢，咱们这学历只能是工人。这工人呢，他怕我累，那你说我干啥呀？听明白了，听起来进入一个死循环哈，实际上并不死。问第2个大问题。37岁结的婚，对吧？那也工作了好多年了，手里都没点积蓄吗？2位？要不然他说我爱花钱呢。以前我确实是，就是没结婚之前呢，我确实是花钱，积蓄也没了，是吧？对，积蓄也没有多少了。最后一个大问题，真的有工作了，你害怕吃苦吗？不怕。你真心疼他，不让他干吗？我心疼他，我真是心疼他，说不想让他干那种太累的。好，所以今天来。走投无路了，我要学手艺，觉得很现实的，不同意投入。他不同意我投入，对吧？对，我觉得没必要投入我这种工作。对，那是您的认知嘛。我要去按照他的想法去找工作，我又找不来这个工作。对，我就认为，对吧？但是我不知道按他的要求标准，我又找不来。我找不到，我感觉我找不到，对吧？所以2个人就出现一个认知问题了。你看他就是不顺眼，为什么不出去工作？你把它归结到不够努力或者方向不对，对，你就伤心了。我是想找，对，你老阻挠和破坏我去找，对，而且我现在不能找，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我不是还得在家里伺候你老人家的吗？是这意思吧？所以今天要评这个理，说白了就是，我该怎么办吧？我作为一个妻子，家里面没有给我提供条件做全职太太，我也没想做全职太太。但是客观条件又限制了我，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个家，夫妻之间由此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看看应该怎么办。老师们帮着出主意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你们的情感关系里，我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存。我跟杨先生说一句啊，其实你应该先让他就业，再让他择业。他现在都没有就业的能力，你让他择业，我觉得这个顺序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人是最了解自己的，你只有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你才能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可能你推荐给他的职业是真的不适合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现在很不自信，
你不要看他嗓门大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没有底气。你不要去想着说我不希望你太辛苦，然后我把你关在家里，然后我希望你按照我来制定的我们俩的方向去发展去走，这个想法是错的。他以前是有自食其力的能力的，你要帮助他成长，让他重新走向社会，成为一个独立女性，这样你们的家庭才会更加的稳健，你们的关系才会和谐，你们未来才有可能说，建立一个非常有爱的3口之家。那跟女生说一下，姐姐，你不要因为现在他跟你说的任何的话而变得不自信了。其实你说学做美甲这个行业里面，你可能会有适合你的工作岗位，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你既想要照顾到你老公，吃饭又想照顾家，然后完了你又想要有一门手艺，其实你可以去学化妆，而且同时你也可以去安排你自己的时间。你只要去到一个正规的机构去学习，然后你成为他的签约化妆师，你的时间也可以自己安排，但前提是第一你要坚持，第二你要勤奋，因为这个也是要付出学费的。就是他现在如果想要说既想要赚钱，然后你又想顾家的话，你只能去找一些这样的行业，然后又是靠手艺吃饭的，同时也可以达到你老公的某些诉求。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实在一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再也不要干这种坐吃山空的事情，因为你坐吃山空的结果就是你被人嫌弃。从现在开始就出去努力去先赚钱，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一些负面情绪就不会有了，你也不会在意他有没有洁癖这些小事儿了，都是小事儿。我觉得婚姻当中最绝望的不是争吵，而是从不争吵。所以你们2个人对于这个婚姻还是很有热望的。我们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对婚姻有太多的描述，比如说婚姻当中我们要同舟共济啊，我们要同甘共苦啊。但是其实有一种描述是特别适合婚姻的，叫做婚姻是有生命的。尤其是在结婚之后的1年到2年期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要开始去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这都是你们要放弃掉所有原来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你们固有的这些生活习惯，全力以赴去呵护的这一段。但是我明显感觉你们没有拿出自己十足的精力去呵护你们最开始刚刚起步的这个婚姻，这和你们谈多少年恋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我觉得你们之所以会争吵啊，其实我感到的是你们2个人都有焦虑。男生现在在一个人养家，他有这种生存上的生活压力的焦虑。女孩子呢，你是缺少那种被陪伴、被在意、被尊重的焦虑。焦虑撞到一块儿，就是细枝末节的一些小事情发生了碰撞，这它只是一种表象，我们得知道背后是什么。所以这个所有的问题浮现在这里，呈现出了2个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谁在制定着这个家庭的规则？第二个，你们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给你们3点建议啊。那么第一点建议就是，他做出来的任何一点改变，你都能够看到眼里，然后你要给一个特别及时的反馈。那他但凡有一次不去喝酒了，按照你的意愿回来了，你要给他一些非常积极的认定，觉得他把你放心上了，这叫幸福技术。在婚姻的第1年和第2年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所在意的这个洁癖。我跟你讲啊，婚姻当中是要有，就这个家庭里是要有领地意识的。我们可能大面上都是公共区域，这个公共区域当中我们遵守一个大的规则，我们要干净整洁，甚至可以到一尘不染。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可以舒展的地方。比如说这1亩3分地，这几平米归你，你爱怎么热闹怎么热闹，你可以不收拾。他会在这个家庭当中找到那么一个空间去安置他自己，他不紧张，他是放松的。所以你们回家第一件事情要给家里先画出一个小小的领地，你在这个领地当中你怎么折腾都行，但是大面上你们要遵守共同的规则。第3个叫做成就感，婚姻当中2个人都要有成就感的，一定要先就业再择业。他不管选择的是这个就业的内容是什么，他只有先走进职场和这个社会接触了，他才能够找到属于他的价值感，而那个价值感才是他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你共同匹敌并肩前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就这些。陈女士，
刚才我们于老师说你们夫妻俩在场上争吵，说明有吵架还是有沟通，还是有感情的，还是在意这段婚姻的。你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你当时注意到你老公了吗？依然是现在这个脸。你笑了，你看你又笑了。我觉得你真的，你太懒了，你都懒得抬眼看一眼你现在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刚才你在对着跟你老公说，我看不到你的脸，我一看这是个美人儿啊！你刚谈恋爱的时候可漂亮了吧？性格也好，对吗？对。你看看你现在自己，脸还是那个脸啊，漂漂亮亮的，人一点精神气儿都没有，真的死气沉沉。你是觉得结了婚就进了保险箱了吗？你的任务就是一日三餐给他做好吗？你的任务就是他1个月只有4天休息，3天出去喝酒，你那儿求他说老公你多陪我1天吗？这是你应该过的生活吗？1个月休息4天，3天不着家，爱去哪儿去哪儿，别回来了。你在婚姻中还有点自尊吗？还有点对自己的要求吗？你还爱自己吗，亲爱的？知道自己学历不够，不能再学了吗？现在那么多种学习的方法，你但凡是对自己还有一些信念，你就要摆脱现在的桎梏，现在的生活呀。他明显现在就说难听点，瞧不上你了呗。你如果真的嫁了一个男人，自己能安安稳稳在家做全职太太，我觉得这也是份非常荣耀的工作，对吧？把家里照顾好。他不吃这一套啊，他嫌你这嫌你那呀。怎么了？自己不能爱自己，自己不能过得好一点吗？你要但凡爱自己，自尊多一点的话，你都不会过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还是像当年一样屁股后头追着你。我主要想跟男生说2个字儿：感恩。女生以前没有工作吗？有。为什么她没有工作了？是不是因为要结婚嘛？我不想想结束那异地嘛。对。那为什么不是你辞职去投奔他呢？因为那个长春是我老家。所以他辞职了，回来和你结婚，是不是？对不对？对。所以他辞职为了什么？有没有他放弃了他的事业梦想，来为你投奔你？怎么现在你动不动说他没有工作，我有工作，好像你是高高在上似的？懂得感恩吗？他为什么没有工作了？你要记住。第二，网上曾经做过个调查，我们要一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将近80%的人的意愿是说，工作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剩下20%比重差不多，分别是维持生计、有安全感、有社会的认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吗？他为了你们这段婚姻，他放弃了将近90%的自己有的东西，自我价值、社会认同以及他的安全感没有了。因为你们的关系，因为婚姻，对吧？好，你现在让他找工作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标准，要能给你做饭，所以必须得是朝9晚5，太自私了吧？第二个标准是什么？不能投入，他不能学一份自己感兴趣并且擅长的工作吗？这点投入你都舍不得拿出来吗？这点时间都不能给他吗？核心在于你们平时沟通又如此之不畅，你多多少少有点飘了，你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他了，对吗？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也是为了你们的婚姻，对吗？你不要辜负人家，要懂得感恩，就这样。作为广电帮帮团，我第一次觉得我帮不了你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但是我也非常想揭露2个欺骗和虚伪的问题。第一就是男生，你口口声声说你不希望他做这个服务员或者什么，是这个下班晚是因为不安全。就在现在的社会，9点10点下班走在大街上，我觉得没有不安全的。你真正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你就希望他在家里面1日3餐为你做好了，然后把家庭给你料理好？那女生，我更想说你的是，赵晨老师说，你如果找一个辛苦的工作，你能不能吃苦？你说能，我觉得也是假象。因为做房产中介，其实在我看来，学骑电动车
真的比考一个驾驶证容易的多得多。而做房产中介，真正需要的是你的不辞辛苦，这个真正是要你付出辛苦才能跑出来的。如果说你们都不希望动自己的利益付出辛苦，或者是去做一些牺牲的话，就不要把一些事情包装得冠冕堂皇。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生活会让你啪啪打脸。来吧，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老公，咱们恋爱了6年，以前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时刻刻咱俩在一起。结婚这短短1年，我没想到咱俩能变成这样，现在这样。所以说，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应不应该跟你俩一起走下去，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要求你的也并不多，但是关键是你有时候，哎，也经常也挑我，说我管的太多，但是我觉得咱俩沟通还是比较少，就是沟通不好。谢谢2位，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我们预测一下结果吧。我觉得男出女不出，双出，双出，双出，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最后问一句话，问先生：你妻子能够按照她的想法去找工作吗？可以，确定吗？确定。你就牢记一句话：她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因为爱才跟你在一起，你们俩是因为相爱而走到一起的。你牢记这句话就行了。来吧，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先亮灯，加油啊！谢谢2位，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让他去工作，按他的意思来，好吗？好的，谢谢，请回。所以这个爱有的时候也挺累的，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可以感受到爱，可以感受到2个人为了他们要的这份爱所做的一些付出。就是希望早日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早日能够恢复到当初相爱的那个样子，彼此都是对对方负责而自由的，是不带任何控制和自卑的。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现在结婚快20年了，却过成了这个样子。我反思了一下，难道就是因为我当年主动追的他吗？所以他现在就不珍惜我了？为什么生活中他咋看我都不顺眼？为什么工作中他啥也不听我的？现在我俩的状态就是他对我爱答不理，特别冷漠无情。我觉得他现在已经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了。为什么当初我所追求的婚姻现在过成了这个样子？来，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48岁，来自黑龙江，餐饮店老板。刘女士42岁，来自吉林待业。有请2位，有请。你好。你追的他？对，当年是我追的他。当年是多少年前啊？19年前，快20年了都。快20年的事儿也拿出来一说呀！啊，我追的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人不都在变化吗？关键是变化变得太多了。之前的时候我是图他老实巴交的，我觉得他对我好，然后他也没有礼金啊什么的，就是1分我都没要，我就图他这个人，奔他这个人去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了。
哦，变了，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生活，所以变了吗？不是跟我在一起生活变了，是因为他变了。变了吗？我感觉我没有变。你看看，来，怎么没有变呢？说具体的。现在对我爱答不理的啊，咋瞅我咋不顺眼。不是说别的，你说咱俩在一起过这么多年，生日也不记得，礼物也不买，19年都没送过吗？对，这不是恰恰说明他没变化吗？19年如一日的不送啊。那你当初你不送，你现在人家都送啊。我看我闺蜜人家老公送的一束大花都999朵大玫瑰花，我当时我心里头你知道我老憋屈了。那不是你变了吗？他可没变啊。不是，那我当时是什么都没有，那过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偶尔浪漫一下吗？给我点小惊喜不行吗？为啥不给？感觉呢没有必要，真正的感情好不在于这一点。那感情好吗？还行吧。行什么行啊？这么多年一直都在争吵。好，除了不送礼物还有什么？还有，他对我爱答不理的，他也不管我。就是晚上我出去加个班啥的，都半夜1、2点钟了，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让他去接我嘛，他也不去接我。人家说了啊，这都几点了，我都已经休息了，自己回来吧，打个车。哎，当时我都老生气了，就这么多年当中就这么一次。这个确实帮您说不上话了，您自己来吧。啊，关键是我工作一天了，我是开餐饮店的，比较忙嘛，也累了。等他回来时也非常晚，完了我就是接完电话吧，也有点乏了，完我就睡着了。就这一次是吧？对，就这么多年当中就这么一次，他都没有管我，当时给我气的我就不行了。然后呢，是告诉我打个车回家，我自己我半天了也没有人管我，我一生气我就不回家了，我上我姐家去住去了。然后呢，人家这一宿都没给我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子，你当时你难道不知道关心我，不害怕我在外边有什么危险吗？你那么大个人了，他能怎么地呢？也不是说3岁5岁孩子。这态度就这态度，这么多年就这态度，漠不关心。还有呢？还有他这人，我跟你说，就是我俩在一起没有交流，根本就沟通不了。为啥呀？我一说话他就跟我唱反调，我就觉得两口子在一块儿，心得往一块儿用。而你呢，自己没啥事儿，拿个小手机搁那看看，这嬉皮笑脸的搁那块乐得可开心了。你跟我在生活上有沟通吗？我在天天在一起有啥沟通的呀？成天哪有那么多话？很少说话。您在店里做什么？厨师还是？厨师。您在前头张罗？之前我在前头张罗，因为我俩意见不统一，现在我不跟他张罗了。那店开得还好？暂时不算太好，因为现在学生放假期间，我们是学校附近开的。他可是各种理由了。那我想问一下，你那手机天天都不离手，我连个密码我都不知道。那手机成天的你自己这家刷来刷去，成天看。哎，我问你，是不是有一次你忘了跟别人出去喝了，喝的这家都蒙圈了，回家啥都不知道了，就往那一躺，人事不醒了。当时给我吓完了，我说赶紧联系上院吧，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拿他手机，我咔一打。哎呦天哪！我找谁呀？连个密码我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我这20来年怎么让我自己经营成了这个样子？你说两口子之间，你说一个手机设啥密码，是不是你得告诉我呀？当时你知道我有多无助吗？最后咋的了？不是直接我自己找个120直接去的吗？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我这心里有多焦虑，有多着急呀？您什么问题？我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是为什么给我设密码，还是说你考虑过我作为你的这个妻子我有多难？您什么问题？对呀，你倒是说，我就问问你，你为我考虑过没有？考虑过呀，密码那是我是防别人，不是防你。我那是就是说，别人打开我的手机，他那个乱捅我挺反感的。我跟你也没关系，我又不是说烦你。你不烦我，你为啥不把密码告诉我呢？那为啥每件事都得告诉你吗？你吧，始终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无理取闹。你是有啥见不了人的事儿吗？没有，我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一点二心没有。你看，你一问他，哎，就这样，再不人就甩头就走了，人家不跟你过多的去解释。他19年都这样吗？头些年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近几年吧，有点变了。发生了什么呀？可能就是我俩在会议当中太频了，就是总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总是在争吵。你们俩闹过离婚吗？闹过。闹得有多大？去了。但是到那块儿没离了，为啥事儿啊？因为我喝酒。哎，你还好意思说呢？还上民政局去了？因为啥？你自个心里头没点数吗？他朋友给打电话，我出去喝，我就没让去。后来朋友到家来找来了，我寻思为了面子，我让人家去吧。这去了可倒好，晚上1、2点钟都没回来。我打电话，电话不接；我发信息，信息也不回。这家给我急的那都不行的了。
可那好人家呀，一宿都没回来呀。你说你喝哪儿去了啊？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知道你人干啥去了。你那电话打过去，闹闹一阵喊这那的，我敢接吗？那朋友在面前，我一点面子都没有。啊，你就为了所谓的面子，你就不管我了，是不是啊？对呀，完了之后，那个朋友说的喝这么多了，半夜了，别走了，所以就是在我朋友那块住了。什么朋友？男朋友、女朋友？男朋友啊，他单身呢。两个老爷们在一块有啥住的呀？你连告诉你都没告诉我，你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不，没想告诉你。好，就因为这事儿去的民政局。对，就因为这事儿。后来怎么没离呢？我觉得吧，就是在冲动下离了婚吧。对，毕竟孩子现在还没成家立业呢。我寻思，往俩一气之下吧，把孩子扔了，就是说，就是没有那啥了，没有家庭这种的，孩子伤害性挺大的。行。完了，我考虑考虑吧，走快到了。完了，后来我又把车调回来了。懂了。对孩子好吗？哼，提到孩子了，还好意思提到孩子？为了孩子，孩子长这么大，你是管了还是怎么地了啊？就是孩子上学这么多年，你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吗？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那是我父母讲话了，家里有事儿生病了，我回去照顾去了，让他去参加家长会，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也同意了。当时你去没去啊？店里来老顾客了，你要说不是老顾客，我就不接待了。来老顾客了，你说都进咱家屋了，你说我再去参加那个家长会去，下次能来了吗？你现在咱毕竟开店吧。你看，就这么多年当中，就这么一次你都没有参加，你还给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就是一个小买卖，你至于吗？就关一天能怎么的呀？哎，我就寻思，你说你对孩子好，你哪方面好？大事儿，哎，也没有你；小事儿嘛，磨磨唧唧那可有你了。孩子，我就说参加啥你是不去，哎，没啥事在家成天磨叽。我就发现了，没有哪个当爹的是这样，成天看孩子哪儿都是缺点，哪儿都不对。哎，从小到大一直数落着。你家孩子多大？你家孩子现在19了。男孩女孩？男孩。做什么呢？大学。学什么？平面设计。不是挺好的吗？但是我觉得我家孩子的性格，因为他就是从小的教育的方式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他那性格懒惰哪方面啥的，我能瞅惯吗？我天天回到家一瞅他，我就脑袋疼。让干啥杀不动他，18、19了也这样，我根本瞅不惯，我到家我就脑袋疼。完一说他还护着，没办法。啥叫我护着呀？那孩子是自己的，那讲话了，不管是啥样的，你是不是得对孩子好一点啊？为啥人你表扬表扬也行啊？孩子长这么大小，你表扬过吗？根本就没有。你没事就是无断的指责，哎，成天说的一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根本都不用说的事儿。超过3次4了，他都没反应，你说你来不来气？那么大了，你说还总让大人告诉你们，告诉完不听，告诉完不听，就是说屡教屡不改。明白。这男人好像没什么优点啊，听你一说。对。他这个店开的怎么样？店开的也不咋地呀。以前我俩经营一个店的时候，哎，也是你说往东他就往西，你说啥他都不听。就在我们就是说出餐啦、速度快与慢的方面，我就说他了，我说你撒楞的、透露的、赶紧的，是不是？这家伙就跟我撂脸子了。哎，你说瞅他脾气感觉挺老实的，那家伙那来劲儿，我跟你说，我可干不过他，一点忍让都没有。不是你们这店开的你自己啥态度你不知道吗？不管有没有客人，挠挠一顿喊。你说男人都要面子，前面客人嘛，完了还那个一面在催菜，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是不是心烦？我问客官啊，店开的怎么样？这10几年？以前还行，但是最近这几年不咋地。以前为啥还行？以前我觉得说的有可能我在那块帮他经营了，我觉得应该还行。现在没有我了，所以他不行了。一个小店，人家是后厨，还需要你经营。那你看前面你当个老板娘的，最起码来个顾客了，你招待了各个方面了，对不对？你不得把控一下吗？跟大环境有关，跟个人我感觉应该没啥关系。他就说跟我有关系。他没啥事儿的时候，他是不思进取的。你没事拿个手机搁那看个短视频，有那功夫你学点这餐饮的相关经验呢，对不对？是不是对你店面也有一些？不是他学啥？他10几年一直都在后厨干着，他要学啥？他不是应该被人学的吗？他意思让上短视频上刷别人家，看看就是对呀，你找找你讲话来，别人都怎么去经营的？你今天来干嘛来？就数落老公来的是吧？也不是说完全就数落。不是，我怎么觉得这男人那么倒霉呢？10几年前给你看上，你追的人家，死乞白赖要嫁给人家，然后嫁完之后一通数落，你今天来干嘛来了？那我现在我觉得我有点后悔了，当初我什么都。你后悔了，我没法帮您回到19年前。您今天来干嘛来了？我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为我。好，为你改变成什么样？改变成我说啥他能够听，然后在孩子教育的方面上，他也能说的好好对孩子，别成天指责。孩子不都读大学去了吗？对呀。
那还教育啥呀？好好沟通吧，是不是？多交流吧。您这19年都没改造过来，我们能给改造喽？其实我就希望说他以后能对我好一点吧，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做什么的呀？一直就干餐饮这行。您那时候做什么呀？做服务员。吓我一跳，我本来以为是下架，结果您这是上架呀。不是什么上架下架呀，我俩不都同行吗？这厨师和服务员的可差着级别呢。差了多少多？最起码我也是啥都没要，我给他了。啥都没要，你不就是，对吧？你对啥呀？对吧？就是理解了吧？我说的对吧？你就是以为是我下架给他了是吧？人家比我层次高。不是，人家是下架了，给你了。是他下架什么呀？人家一大厨，您一服务员。那我觉得我服务员我也不。你们那行业里面是大厨比服务员高出好几档吗？确实是高级2级，对吧？你配菜的乱七八糟的，在那个你服务员在餐厅里面是吧？那你是追人家，你咋了呢？我以为你那会儿是个穷小子，这是个千金大小姐，上来就说：“哎呀，我什么也没有，嫁给一个穷小子。”说了半天这么热闹，是这么个情况。等于说你嫁给他之后，你们俩就开店了呗？你就从服务员一跃变成了老板娘呗？然后这还在后厨站着傻傻的颠锅呗？是这意思吧？你看你从一服务员通过一场婚礼，你就变成了老板娘；他从一个大厨通过一场婚礼就变成了一个给媳妇儿打工的厨师。我说的对吧？那你这么解释，那我要是找别人，不是这么解释，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你别说找别人，你能不能找得到，咱也不知道，那叫抬杠，对吧？对。所以问您今天来到底干什么？今天我让他改变。对，我想变成听您的话。就是以后，对，以后能跟我在以后吧，就是说能对我多关心一点。多关心。对，完然后有事儿的话，就是没事多交流、多沟通吧。还要多交流、多沟通。好好过日子吧。我也不太清楚啊，相当于一辈子就面对这个人，对吧？后厨炒菜，她是老板娘。对。上午开会，老板娘训话，对吧？采购，老板娘给点钱采购。这不天天都在一起吗？我现在已经不跟他在一起了，因为我俩在工作中发生矛盾，我不跟他干了呀。谁提出来不干了？我呀。那你在一起，这矛盾那么多，谁看谁都不顺眼，那还有在一起必要干什么？听明白了。那今天来的意思是想回去干吗？看他态度吧。如果要是说我回去，他还继续跟我吵的话，我肯定不回去。那他现在每个月还给您交钱吗？不交。这收入呢？收入在我手机里。你看。他现在就那为啥不给人交钱呢？因为我这店儿吧，后期大环境不好之后吧，就是从朋友啥的，就是借的，借完之后吧，就是我需要还，每个月吧，就是生意不算太好的情况下吧，我还得朝他要去来回转，有点太麻烦。所以这老板娘很厉害啊。厉害什么呀？现在啥也没捞着。鼎盛时期挣的钱全在您手里，是吧？进入到亏损时期的时候，您就跑了。那是他给我逼走的，不是我自己主动走的呀。这些年没少挣钱是吧？之前还可以，这个钱都交给他了。之前他不管，现在他管，他也不给我。近几年他自己手里掐着，他一分他也不给我。不是，那您今天来干嘛吧？我就希望说在以后我俩在一块能好好过日子，然后吧收入啥的能高在一起。就是您再回去管理人家呗。差不多吧。您那么能干，其实按您这么强，都干了10几年，您再招个大厨自己干一摊买卖多好啊！那我不还得投资嘛，对不对？再说他有现成的店铺，回去一帮他打理不就完事儿了吗？吃现成的，听懂了。所以今天来是为了回去是吧？对，我是这么想的，我希望。对，你就直接说，现在还想回去跟老公一起开店，是还是不是？是。让他回去吗？现在暂时没考虑好。这可能不能回去。我听着我都害怕。我怎么那么吓人吗？还害怕？不，我不是这意思啊，您别误会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回去2个人吵架，我们听着害怕。那他要让着我点，不就不吵了吗？是，就解决这个问题嘛，帮您办还不行吗？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刘姐姐，不要这么强势。我强势吗？你不强势吗？我觉得我不强势啊。那是你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的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有效交流。我觉得你先生他可能不是不讲道理，而有的时候是你没有让他明白
你所站的那个立场的道理是什么，而你又不擅长去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不是不讲理，他有的时候他是不理解。我和他讲道理讲不明白。对呀，就是因为你没讲明白呀，所以他不明白呀。我沟通有问题吗？有问题。我现在就非常明确的告诉您，沟通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效的沟通和有效的交流，并且达到您的诉求，你应该往后退一退。这个往后退是你要让他看到你在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这个重要性，而不是你自己来强调我有多重要。你一旦自己去强调这些所有的东西，你就很掉价，对方就会看不见你的那些真正的闪光点。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情绪化太严重，宝贝儿。还有我如果是你们家的孩子的话，我还是觉得挺难受的，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是一个这样的沟通状态，但是我一定不希望我的父亲对我是一个永远都在否定的状态。先生一定不要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这种打击太大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这个样子。你应该在他犯错的时候，首先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典范。你作为父亲来说，你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有时也在跟他说干说不听，干说不听。我这脾气本身整店吧，就一天不，你整店是你自己的人生课题，跟你的孩子没有关系。他不应该为了你去整店，对他的失败教育而买单。这是您自己的问题，自己修正，不要找任何理由。那其次来说，就是您跟您妻子之间的问题。我在你们俩的吵吵嚷嚷当中，其实我觉得你的妻子很爱这个家庭。你们两个也是想把日子好好往下过的，对。更多你其实不擅长表达，在你越不擅长表达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善于倾听。其实这个姐姐有一个很大的点是什么？她好作，但是往死了作的背后有一种什么？她是因为爱你，她才往死了作。她如果不爱这个家庭，她不会干这种事情。所以本质还是不经大脑的那一种。当她没有大脑的时候，你就要成为你们家的那个最强大脑。我可能感受不太一样，我觉得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男生的杀伤力更大。你刚才有一句话碰到了我的一个点，你说我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就想本本分分的过日子。就这个点啊，其实我一直都会很反思这句话。谁结婚过日子都不是为了挑战道德人伦的，所以本分是底线。婚姻明显要比这个高级。因为他有情绪的东西在，他不告诉你密码，他也在你说明显的说你给我买花的时候，他不给你买花。你的婚姻是用来埋葬他的梦想的吗？不是，因为我就是没有那么多想法。那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他已经非常清楚的说出了具体而且很小的一些在这个婚姻当中的梦想和愿望，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不给他？我就感觉就是应该就是我俩吵架吵的吧，就是不讲理的，什么事儿我就自己想咋做就咋做。19年没买过，打一开始就吵成这样，打一开始要的时候就不给是吗？那你们这个婚姻是拿什么做基础的呀？我就觉得说，可能是我脾气稍微有点急，但是吧，一直可能图他这个人，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就是太多的想法。之前可能不买也就不买了，也就那么地儿了。但是你说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说那个东西也不是说有多贵，是不是？你偶尔的给我买一次也行，哪管花个10块8块的。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过。所以女人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是累积出来，突然爆发起来的。对，在你们的共同婚姻当中，其实你们面临的问题是，你们两个人的梦想是不一致的。对。你的婚姻有你的梦想，他的婚姻有他的梦想，你们俩不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个是大忌。还有一点，为什么你会对这个婚姻诉求这么多，抱怨这么大，脾气这么冲？是因为我觉得在你所有讲述的这个过程里，我没觉得你和外界有太多的接触。你对外面世界空间占有越来越小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就是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狭窄，因为没内容了。而且你外面的世界你越来越不好奇，你对家庭当中的这种所求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它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其实想送你一句话啊，好好疼疼你自己，悠着点对他好，你可能就会舒服一点。谢谢。丈夫说从结婚一开始就这么吵吵闹闹的哈。对。难受吗？肯定难受。闹心吗？闹心，但是没有办法。你就没有想过办法来改变吗？
我觉得你俩都是两个善良的人哈，或者是负责任的人，但也都两个挺笨的人。你觉得对付他这种叽叽喳喳、叽叽喳、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有那么难吗？为什么一定要恪守自己？哎，我无二心，我就这样。我老婆要花我就不买，因为我没错。老夫老妻要花有啥用？对，我就这个思想。那你就承受他天天嗷嗷跟你喊呗，你别抱怨呀。那既然觉得夫妻过日子抬头不见低头见，就算你回家睡觉了没看到他，你是不是早上还得见？既然咱要两口子过日子，谁也没想离婚，去了民政局还得回来，那改一改不比现在舒服点吗？我就想不通你们俩在这干嘛呢？你就随他一点小小的心愿，花买了，生日给他大办一回，换来1个月的太平，划不划算？真的婚姻需要经营的，不能说我无二心，我本分，然后就躺那儿了。我跟你讲，你有你自己的事业，你很热爱你的事业啊，对吧？你每天忙忙碌碌，赚多赚少，有一份荣誉感、成就感。你有自己的兄弟，你可以经常出去喝酒，喝到他很不愉快。你的生活是挺丰富的，你把你的精力分出一点来对付他，清静了，没人吵了，难道不划算吗，兄弟？把那些秘密乱七八糟的划拉划拉，密码告诉他，坦坦荡荡的，省多少麻烦呀，对不对？一点小的调整，从今天开始，可能就是我们日后再过几十年风平浪静、相濡以沫生活的基石。这家店没有了它之后，正常运营的吗？正常运营。有招新的人替代他那个位置吗？所以这个位置可有可无。这就是很尴尬的地方，你死乞白赖的要去他的那个店里头去管着他，可这个店不需要你，我觉得你很失落的，甚至于恐慌的，因为你觉得我没有价值了。可是你才知道吗？是我才知道，我感觉。所以，这就是你越慌越急，越急越慌，你不知道怎么办了，无法跟他沟通，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沟通就是吵嘛。而且他真是一言九鼎，你别看你说10句，他一句话不说这事儿，他就给办了，你没办法。所以咱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找一种幸福的状态？我是希望我以后会更幸福。你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你现在干嘛呢？我现在就打打零工，没什么事儿。好，把那零工那是活儿，换成工作，稳定的，不靠他，不要去他那个店里面。在自己有价值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光，让他被你吸引，否则他觉得你就是来管着我的，凭什么呀？不需要你啊，对吗？对。我们不能沉默呀！你至亲的2个人，孩子、老婆，哪个好像关系都不太好。你以为跟你喝酒的朋友就好吗？你错了。你真真正正应该敞开你心扉的就是他。虽然你的那个店里头不需要他，但是家是需要他的。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没有错误，我们要正视他的问题，因为他把所有的心都投用在你身上了，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你呢？你能接住了吗？你不觉得这是一份幸福吗？这是压力，但同时也是动力啊，好吗？好好过日子，好好说话啊，就这样。来，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其实我想说的是，婚姻中真正的不幸，并非来自于背叛，而是来自于沟通上的失衡。你们的婚姻20年，其实一直已经陷入了一个特殊的权力的斗争，用了20年的时间在找补你当初什么也没要的这样一个损失。那20年，我觉得够了，因为我想让你知道的是说，你说我有什么问题吗？刚才你问老师了，但我想跟你说，真正的强大的人是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认识到自己坦然接纳自己能力有限。所以说，你不要再用语言上去在他面前展示出你的强大。有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还有一句话叫和气生财。咱们把声调降下来，咱们把语速慢下来，把前面那一页真的翻篇儿，我们能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因为婚姻就像是一场长期对话。我希望你们能谈笑风生的走到最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我还是希望
你以后为了我能改变一些，然后多交流多沟通吧，咱俩能把日子好好过一点。就是你的性格，我感觉就是有点太不爱说话了，就是沟通不了的这种状态，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希望你为了我们能改变。今天咱们已经来到这儿了，希望你以后就是对我呢，就是可以说关心一点，照顾一点吧。然后我也希望我也改变一下子，照顾你一点。但是呢，我希望你主要还是说，丈夫在前嘛，是不是？夫在前，妻在后。希望你能主动的改变一下自己。其实性格就这样，就尽量吧。我也希望说，在孩子教育方面，孩子的这方面，毕竟他已经大了嘛，希望你也能给他一些关爱，然后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吧，不要平时唠唠叨叨、磨磨唧唧的。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我首先表明一下，我不是希望他们俩离婚啊，但是我希望他们俩暂时先都别出来，双出吧。双出肯定是出了，但希望他们以后过好。双出，你就想那个场景，就是你就去想那个生活的画面，确实都很辛劳。但是如果他还是这样的话，我都怀疑他要跑，你知道吗？我是指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他如果一直这种高压，他有一天肯定是受不了的，是要跑掉的。尤其是儿子也读了大学了，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些危险信号了嘛。咱给他预警，他还不明白，还不听呢，还在那儿强势呢。你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啊。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我跟你说，我要是你，我今天就不出来了，好歹吓唬他一次。来吧，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我希望咱们以后能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好好的。可以，希望你的脾气好好改一改，不要这么冲动。请亮灯。我最后跟您再掰扯一句啊，当他酒喝多了，毫无反应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密码打不开？再生气，肯定这时候不行，先打120啊，后面的事儿。所以你看你的思维方式，你老用这种思维方式，你能幸福吗？你把幸福日子不是全搅和了吗？你们家现在就有点像他喝酒了叫120这件事儿。对。你不能这样。以后我改。19年都守了啊，就一直守下去了啊，别动糊涂心思了。老婆是好老婆，脾气确实。毕竟为了这个家也没少付出，对吧？这守好啊，守好本分啊。回吧，祝你们幸福。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谢谢老师，请回。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希望他们健康，希望他们长。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